喜欢看美国法庭剧的人对于陪审团应该都不陌生哦。那到底由全素人组成的陪审团要怎么去审判案件呢？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跟台湾刚上路的国民法官制又有什么不同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陪审团制度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司法的公正性一直以来都是台湾人民非常关注的重点，而今年开始实行的国民法官制度，更是堪称司法改革史上最重大的变革之一。台湾的国民法官制度采用的是类似德国、日本的参审制，不过当初在政策讨论阶段呢，也有很多人认为应该选择英美流行的陪审制。这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陪审制是由全素人组成的陪审团来做判决，而参审制呢，则是素人加上专业法官一起审理案件。那今天的影片呢，我们会着重在讨论这个陪审团制度，看看陪审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再把它跟我们实施的国民法官制度做个比较。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想买房或租房却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吗？房地产术语都超级复杂，害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变成肥羊吗？今天要介绍的超实用买房秘籍相课程是由具备多年产销经验的35线上赏屋主持人 Ted 带领，搭配九面从房产小白的角度切入提问，带领大家深入浅出的了解房地产知识。课程内容非常丰富，像是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物件，破解卖方的话术、合约关键，甚至装潢与风水等等。针对租屋族呢，也有遇到法律纠纷该如何自保的介绍。无论你目前对于房地产的需求是什么，都能够在这堂课当中学到很多有帮助的资讯。懂越多，选择就越多。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了解更多的房地产知识啦。陪审团制度从创设以来呢，已经经过了好几百年的发展，运行起来非常的复杂，在不同的国家也会有一些细节的差异。那为了方便讲解，接下来我们主要会用美国的陪审制去讨论。美国的法律规定，重大刑事案件被告基本上都有3种选择：一，让一般的职业法官审判；二，直接认罪并跟检察官协商刑期；而第3种选择呢，就是交由陪审团审判。美国的陪审团呢，又分成大小2种哦。大陪审团呢，会负责决定要不要起诉；小陪审团呢，则负责去审理，做出有罪或是无罪的判决。那如果判有罪之后，量刑的工作呢，则是交给职业法官来处理。那其实我们一般说的陪审团哦，都是指负责审理的小陪审团。而这样子的陪审团通常会由12名陪审员组成。原则上呢，这些陪审员是从成年的美国公民当中排除有重罪前科或有其他不适任情形的人之后，再随机抽出来的。而在一个案件的陪审团组成之后，下一步就是让他们审理案件了。一个案件的陪审员呢，必须要全程的参与审理，以第三者的角度聆听检察官还有辩护律师在法庭上面的攻防、证人证词，并审视各种证物。那在法庭的攻防都结束了之后呢，职业法官会先说明法律原则跟裁决程序等等，接着就交由陪审团自己去判决。那在决定要判有罪或是无罪之前呢，所有的陪审员都必须要在专属的评议室里面进行闭门的集体审理，互相讨论、交换意见。而且呢，除了陪审员以外的人都不能够参与或干涉。那最后，不管是要判有罪还是无罪，都要所有陪审员的意见达成一致才能够做出判决。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判决就不能够成立。那虽然美国有少数几个州规定相对的宽松，但也会要求要绝大多数的人有共识才能够下判决，而不是采取单纯的多数决。因此，陪审员们通常要花很多的时间反复的讨论。比如著名的辛普森案，就花了陪审团将近9个月的时间才做出了判决。甚至呢，还会出现大家意见始终达不成共识，迟迟做不出判决的状况，而也就是所谓的陪审团僵局。那在这种状况当中，法官可以请陪审团再讨论一次，但如果他们最后还是无法做出判决的话，就会宣布审判无效。之后呢，就要重新选一批陪审员，让他们从头再走一次审理的过程。那么过程这么繁复的陪审制度都有哪些的优缺点呢？首先，陪审团的一大优点是可以借由人民的参与去制衡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在制度的设计上面，只要陪审团宣判一个案件无罪，除非找到新的证据，否则国家就不能够再追诉，检察官也不能够提起上诉。但如果是判有罪哦，被告则是可以再上诉。因此呢，陪审制可以说是司法民主的重要机制，不只能够让人民监督制衡职业法官，同时也会保护被告，避免政府滥用国家的权力去加诸罪名在个人的身上。而此外呢，陪审制也能够让司法更贴近一般的社会大众，因为法律体系很复杂哦，所以法律的从业人员的培养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跟考试。但这样子专业化的过程，也变相的会让法律人跟社会大众产生代沟。
因此，当判决不符合社会大众期待的时候，民众可能就会觉得是法律人在操弄法律，而陪审制就是把案件的判决权还到民众的手上，这样不只能够把民众的声音带进法庭，也强迫参与官司的法律人用更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解释法律。最后是增加人民对于司法的认识跟信任，因为在亲身参与决策的过程当中，陪审员们也会认识到法庭程序与法律操作，这样子的经验呢，通常会增加民众对于司法的信任度。而且，即使是没有当过陪审员的社会大众也可能因为做判决的是跟自己一样的老百姓，而更相信司法的判决。同时，他们也可能因为自己跟身边的人都有可能当上陪审员，而更有参与感跟责任感，也更愿意主动去认识司法。不过，除了这些优点之外呢，陪审制也有不少令人诟病的缺点。首先是陪审员缺乏专业训练，比较容易受到偏见影响。英国就有研究发现在性犯罪的案件上面，陪审团呢比职业法官更常判无罪，因为他们更容易有没有明确拒绝就是同意，性侵不太会发生在熟人之间等等迷思。再加上呢，还有陪审团判了无罪就不能够推翻的规定，那就可能发生明明证据都显示有罪，被告却无罪释放的状况。美国过去呢就有过白人杀害黑人的官司，即便呢罪证确凿，但却因为陪审团多半是白人而被判无罪的案例。另外呢，陪审制也常常被批评缺乏了透明的决策过程。为了让陪审员可以独立的判决，他们的评议过程呢都是秘密进行的，连法官也不能够参与。但又很难要求没有法律专业的陪审员写出完整的判决理由。因此呢，陪审制的法庭往往不会提供判决书。而且为了避免陪审员被骚扰，即使这个案件结束了，任何人也都不能够询问陪审员评议的过程。所以除了陪审员，通常没有人会知道判决背后的逻辑跟理由。有学者就批评这样子的判决呢，就像是黑箱作业一样，也连带的会影响上诉的攻防。最后，陪审制还有成本太高的问题。从遴选陪审员到审判的整个过程，不仅会增加法院很多的工作量，而且呢，期间陪审员无法正常上班，政府也要补贴。尤其应用陪审制的重大刑案很多审理起来呢旷日费时，因此支出也很惊人，是很大的财政负担。那因为实施陪审制太贵了，所以美国现在由陪审团审理的案件其实已经非常少见了。有高达90%的刑案呢都是透过认罪协商处理的，也就是没有经过正式审判，而是在被告认罪的前提下，跟检察官谈判交涉更轻的刑期。那这样子呢，反而更达不到陪审制让人民参与监督司法、制衡国家权力的初衷。关于陪审制呢，很多台湾人最关心的就是它跟我们的国民法官制差在哪里，哪个比较好？那因为两个制度都是在司法审判里面引进一般大众，所以其实有蛮多共同的优点。而两者最大的不同呢，是在于参与审判的平民到底有多大的权利。在美国陪审制度当中呢，职业法官除了担任辅助角色，介绍法律原理跟程序之外，完全不能够介入审判，要全权的交给陪审员。而国民法官制呢，则是由3名职业法官全程带着6名国民法官一起审理判决。而且要国民、职业法官都有同一票才能够判有罪。而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差异就是因为这两种制度所要达成的目的优先次序不同。陪审制更侧重在于制衡国家的司法审判权，而参审制呢，则是更着重把老百姓的声音带到法庭里面。那就有些人觉得陪审制比较好，因为他们认为要排除职业法官的干扰，让被选中的国民独立做判决，人民的声音才真的有分量。毕竟如果有职业法官的参与，他就有可能影响这个判决的走向跟结果，对于司法的审判权还是掌握在国家的手中。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国民法官制更好，更适合台湾，因为有职业法官的带领呢，可以避免国民法官被偏见影响，而完全的背离法律规定，做出不公正的判决。此外，有职业法官在呢，就可以写详细的判决书，让判决理由更加的公开透明，这样就可以在维持人民参与审判的前提之下，避免陪审制的缺点。之前我们有做过一集影片介绍国民法官制度当时就看到有很多人讨论台湾该不该用陪审制。那这一次查资料的时候呢，我们发现陪审制历史非常悠久，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元前。那我们觉得在过去的时空背景之下，因为国家的权力很大，所以陪审制的整个设计重心可能更侧重在制衡国家权力上面，让国家不能够随意的定罪人民。那以美国来说，在英国殖民时期有很多对于美国人不公平的法律，但藉由全素人的陪审团，他们就得以去对抗这些法律。
不过我们也发现包含像是德国啊、日本、法国等等现行制度跟我们的国民法官制比较接近的国家，其实以前都有用过陪审制，后来渐渐的发现陪审制的种种问题，才陆续的改用了混合素人跟职业法官的参审制。那我们在想，这可能呢，就是因为随着时代的演进，现代民主国家的状况跟以往蛮不同了，所以很多的国家呢才会选择参审制，用相对温和的方式继续的促进人民参与司法的程序。那回到台湾推动人民参与审判的声浪，主要呢是出于对于恐龙法官的质疑，因此希望透过改革，让司法判决更接近一般民众。换句话说，司法大众更在意的，可能不是制衡国家权力，而是判决的结果有没有更好、更符合大众的期待跟认知。那我们在之前国民法官那集有讲到，恐龙法官的问题很可能是源自于法官跟社会大众之间的认知落差，民众可能不理解司法的运作方式，法官也可能不理解民众的观感。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对于现阶段的台湾，由法官跟人民一起参与审判，理论上面确实更能够消弭这种落差。那当然，实施的成效怎么样，还要看具体的个案当中，职业法官跟国民法官能不能够相互的尊重、有效沟通。目前台湾第一起由国民法官审理案件也正在进行当中，到底国民法官制实施起来的结果如何，就让我们再继续的观察看看吧。好的，那最后想问大家你觉得一般的职业法官制、陪审制还有参审制这3种制度哪一个比较好呢？职业法官制毕竟他们受过完整的法律训练，交给专业做判决比较好吧。B 陪审制全部由平民组成的陪审团才能够真正的代表社会大众的声音。C 参审制可以融合职业法官制跟陪审制各自的优点。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关注陪审制的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法官怎么判案以及国民法官制是什么的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力，我是贺龙，大家好，这是 PR 哥，欢迎收看《超人少年》，我是吴子，我是志奇，我是徐波。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Look at me， 有个烂人啊！他们